来，大家午安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哈。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那个梨状肌症候群的部分。好，那有没有同学听过这个名字啊？没有，没有。好，那我们就来认识了解一下什么叫梨状肌啦。其实搞不好有的同学你们曾经发生过类似的状况哦。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叫梨状肌。好，来，那同学梨状肌它是我们屁股这边的一个肌肉屁股这边一个肌肉，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肩椎嘛我们肩椎这个地方，那我们的梨状肌是从肩椎的前方跨到我们的髋关节的位置。好，那这条肌肉有点特别这条肌肉呢，它刚好下面有一条神经叫做坐骨神经，会走下来会从这个下面过去。好，那坐骨神经大家就一定听过嘛，对不对？你们一定有听过坐骨神经痛。好，但是很有趣，坐骨神经痛它不是一个病名，它不是病名它其实是一个症状，它是一个症状。也就是说，你坐骨神经今天可能发生了一些问题或状况，所以发生疼痛。那坐骨神经它是怎么样它是我们的大概从腰椎第4节，然后肩椎的1、2、3这边的一个神经丛出来之后，然后他们会在大概骨盆这个位置会汇聚成一个坐骨神经，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个黄色的这一条神经。那这条神经呢，它会继续往下走你看它继续往下走到你的大腿的后侧、小腿的后侧，甚至是小腿的外侧，然后往脚的方向走。那如果说呢，坐骨神经发生状况的话，当然就可能会引起一些酸麻痛，或者是一些没有力气的症状。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呢？这个时候呢，通常我们应该是要先厘清你的症状是来自于神经，就是脊椎的那一端，还是不是那一端？如果你今天是来自脊髓腰椎肩椎这个部分的问题，那我们就是从那个部分去解决也许你需要去做一些牵引的治疗或者是也许有些人严重到需要手术这些都有可能，因为毕竟脊椎那边引起的问题很多，包括像椎间盘突出包括像椎间盘突出、脊椎滑脱，不好意思，旁边东西刚倒了。对，椎间盘突出、脊椎滑脱，然后或者是一些像是那个退化之类，造成椎间孔的狭窄，这都有可能让我们的就是发生这种坐骨神经的一些疼痛的问题。好，所以我们要先理清是不是那边的问题。好，那如果不是还有一种状况有点特别。它很单纯，就是什么？这条肌肉太紧绷梨状肌太紧绷，梨状肌太紧绷肿胀紧绷之后，造成这个神经压迫因为它刚好从下面过去嘛。好，那还有一种很特别，这也蛮少数，有一种人他是什么？他是他的这一条神经是从那个梨状肌从梨状肌的中间穿过。我们大部分是从梨状肌的下面走嘛，但是有一种人，他有少数的人，他是从梨状肌的中间穿过，那种人他也比较容易会诱发这种疼痛出来。那当然我们就希望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疼痛。那一般来讲有这种状况的人，他可能的症状会是什么？譬如说，他可能的症状会是你的臀部会有疼痛臀部会有酸痛、疼痛的问题，甚至这个酸痛、疼痛可能会往腿的方向、往脚的方向前进，甚至造成腿的无力。总而言之，它的整个症状，因为它就是压到坐骨神经嘛，所以它整个症状就是很像我们脊椎那边发生状况的坐骨神经的问题。对，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做处置。好，那当然大家如果不是很清楚你有没有神经有没有脊椎那边的问题的话，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去医院找医生帮你处理医生去帮你做检查，有时候可能需要做到一些什么 MRI 或什么的检查就去做，至少我们先厘清是不是那个问题。好，那如果不是的时候单纯只是梨状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叫梨状肌症候群。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来，我们就可以有几个方式同学，现在请大家椅子坐正坐好椅子坐正坐好，跟我一起做跟着我一起做。
现在我们椅子坐好之后请你椅子坐一半就好，椅子坐一半就好。来，所以现在先往前，椅子坐一半。好，来，右脚左脚都可以，因为等一下要交换做，把你的脚翘起来，翘二郎腿，翘二郎腿，粗鲁的翘二郎腿。好，翘起来，翘二郎腿。好，有些同学可能光是这样摆，就已经觉得什么？很紧的，很紧，或者是什么屁股这边有点什么痛痛的了。好，如果是这样子，你刚摆在这边就好了，就可以停在这边15到30秒。但是如果你觉得什么没有特别紧的同学，你可以再给他一点点压力。之后，请你保持背挺直，人有点往前倾，你就会觉得哇，屁股这边又什么更紧更痛了。对不对？这就是在帮你做那个梨状肌的伸展，梨状肌的伸展，停住停留一下。我们停留都是停15到30秒，拉筋15到30秒，停住停留，伸展一下。好，来，同学放松掉，来，你们换边试试看那我换一个角度给你们看脚翘二郎腿嘛，翘二郎腿之后，请你什么？背挺直，背挺直之后慢慢下，有没有？下到你觉得你的臀部有紧痛感就停住了，有紧痛感就停住停留，这就是在伸展我们的梨状肌伸展我们梨状肌。然后你自己可以两边去观察一下那个紧痛的感觉，第一个是紧痛的感觉，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两边身体下去的角度。如果你下去的角度比较多才感觉紧的话，那就是这边比较松。如果你譬如说以我刚刚来讲，假如我刚另外一边下到这样就觉得已经很紧，那就是我刚刚下去的角度比较少的那边就是什么？比较紧的那边。紧的那边可以多拉个几次，紧的那边你可能拉个5次，比较松的那边也许拉个3回，每次都15到30秒 ，OK。好，来，但是呢，同学你们在做的时候，我观察到你们还有一种状况是什么？有些同学是髋关节角度不够好，有没有？有的人是脚这样子很高，根本下不去，根本下不去，对不对？那其实是表示你的髋关节角度也不好。好，如果你还没拉筋之前就发现有这个状况的同学你也可以顺便把你的髋关节角度拉一拉。怎么拉请你把你的就是这样翘二郎腿就好，然后把你的手轻轻的压在你的膝盖上面。好，然后配合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吐气，压下去一点点。鼻子吸，嘴巴吐，再往下压一点点。但是你要保持2个屁股是平均坐坐在正中间，你不可以身体歪一边坐坐在正中间。鼻子吸，嘴巴吐，往下压一点这样反复那当然它柔软度这种东西不可能一天立刻拉开，可是如果你慢慢做伸展，那个角度会慢慢被拉松来。好，那如果你真的髋关节角度不好的同学，你怎么做梨状肌伸展有一个方式去稍微帮你改良来把你的另外这个脚稍微伸直，有没有？我稍微侧身一下，稍微侧身给大家看。你本来这样子脚下不去嘛，对不对？好，那你另外这只脚微微的稍微伸直，好，伸直一点之后，是不是脚的角度就稍微下来一点？好，下来一点，这时候你就可以身体往前倾。好，这个是如果髋关节角度不好的人嘛，不好的人我们可以这么做 ，OK？ 好，就是做一个改良的方式，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梨状肌伸展。好，那梨状肌它呢会发生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包括什么？包括说有些人久坐了，或者是呢运动过度的，都有可能会发生。或者是姿势不良的，比如说每次坐椅子常常都歪着身体坐或是很喜欢翘二郎腿坐姿势歪斜不正的，也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梨状肌的问题，过于紧绷肿胀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都要做伸展。好，那如果你可以躺地板的同学，我会建议你躺地板拉，因为躺地板拉也很舒服。好，来，那我就示范一下。躺地板拉的方式很简单同学，请你在家里头找一个那个瑜伽垫，有瑜伽垫的话就垫瑜伽垫。如果你真的没有瑜伽垫的话，请你就什么？
请你就铺一个小薄被啊，什么都可以，可以在地板去做。请你躺下来，然后提醒大家哈，躺下来啊，不管你是在家里头做运动或躺床，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什么？我们是先侧躺，哈，因为很多人有时候是这样躺，有没有？哦，直接这样躺的话，你的腰这边压力会很大。但是我们如果已经65岁以上，或者已经有腰酸背痛的人，你一定要先侧躺，哦，侧躺再翻成正躺，哦，在家里床上也是一样哦。然后起来的时候要先侧躺，再侧坐起来，这样子才能保护你的腰。哦，包括睡觉上下床都是一样。好，我们翻成正躺之后，哦，请你什么？跟刚刚一样，翘二郎腿。哦，翘二郎腿之后，把另外一个脚放上来，好，就这样子摆着，然后拉到你觉得屁股翘二郎腿的这边屁股有一点点紧痛的位置，你就停住，停15到30秒。哦，15到30秒之后，你就放下来，然后换脚翘二郎腿，好，换脚翘二郎腿，停住，停留一下。那躺下来做的好处就是说，对你的腰背来讲，相对是比较舒服的哦，所以大家可以在平常也可以利用躺下来去做这个伸展。那如果是刚刚我们讲髋关节角度真的不好，像这样翘很高的同学一样，用刚刚的方式，鼻子吸气，嘴巴吐气，微微下压，鼻子吸，嘴巴吐，往下压，哦，让你这个髋关节角度比较好一点 ，OK， 哦，所以大家回去可以试试看。这个动作其实也可以当做一个保健运动，哦，这个动作可以当做一个保健运动。不是说你一定要真的遇到你真的坐骨神经开始麻、刺痛、不舒服你才做。其实你平常就可以当做保健运动，把它做一个伸展，伸展开来放松之后，其实都会比较舒服，哦，所以大家可以去试着做看看 ，OK， 好，这是梨状肌伸展的部分，坐着或躺着都可以练习，好。好，那同学来，有没有什么疑问的？啊？老师，这个梨状肌到底是哪一块肌肉？就是这一块肌肉，梨状肌就是这一条的，比较红的这一条，不是屁股，就是你屁股的上面。你们就是你们，因为这个只是局部的骨头，你们大概可能有点模糊。这个就是我现在背对你的屁股的这一边。这边右边屁股，就是我这一块，它现在图片上的这个图，就是你面向我，对不对？你面向我，然后我背对你的这一半的屁股，这一半屁股，所以它的这个梨状肌是在这个地方，是在我屁股。有2块哦。2块，对，两边左边右边各一块，对，左边右边各一块，所以我们拉筋的时候要两边都拉，哦 ，OK， 好，那请同学回去可以再试试看，对。是像你刚刚讲这样子哦。是。你是说压下去，对不对？对。那一般我有看过人家这样不断的战斗，可以吗？也可以，对，我知道你刚刚讲的方式。你刚刚讲的方式就是，我们把它反复的往下压，也就是说，我坐在椅子上面之后，然后我翘二郎腿。然后反复这样震荡去压，但是这个效果会稍微差一点点。我们以拉筋来讲，我还是会比较建议大家是配合呼吸，鼻子吸气之后吐气，轻轻的往下的时候摆在那个位置，让它做一个静态式的伸展，那个效果会比你这样子反复压，就是这样子震荡式的伸展效果要好。对，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鼻子吸，嘴巴吐，轻压。然后鼻子吸气，嘴巴吐气，再轻压，这样反复。好，那甚至会建议大家停留一下，也就是说你鼻子吸气，嘴巴吐，然后停住，那你就可以默默的数15到30秒。好，然后再放松掉，鼻子吸，嘴巴吐，压下去，停15到30秒。好，这样子配合呼吸的做，然后稍微停留一下，效果会比震荡式要好。对 ，OK。对。哦，所以打髋关节角度也很重要了，回去也要练一下。好，来，有没有什么疑问？那我们压的时候是没有感觉这块酸，不是不一样的问题，不一样的问题。压的时候，你刚刚讲压，我们压是为了髋关节，但是你要身体往前倾，才是为了梨状肌。对，要往前。对。
所以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老师，你这乖乖一个边。往下压，往下压是为了髋关节哦，因为有些人髋关节角度不好嘛，髋关节可能才这样，往下压是为了髋关节，然后身体往前倾是为了梨状肌。我有曾经也是这个坐骨神经，是，然后脚啊走路都软脚，没有办法走。后来有去做复健，对，就是这个地方，对，还有感觉，对，还有点麻烦。没错。对，坐骨神经的疼痛，要这样子来做。这个是梨状肌，如果你是梨状肌引起的问题是这样做，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脊椎引起的坐骨神经痛，是哪里引起？反正医生讲是坐骨神经。对，所以我就跟你们讲说，坐骨神经痛有2种嘛，有2种，一种不能讲2种啊，对不起，我这样讲又有点模糊，我把它比较大纲的去讲，你要讲2种也是对。坐骨神经痛它其实有2种状况，一种状况是什么？来自于脊椎的问题，脊椎的问题。好，一种是来自梨状肌的太紧绷压迫。对，那如果你今天是脊椎有状况，椎间盘突出啊、神经孔狭窄啊这些的，就要从那个方面处理。如果只是梨状肌太紧，我们就从梨状肌去做。那如果同学你不确定也没关系，就去看医生。但是这个动作，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这个坐椅子翘二郎腿，或是躺地板的翘二郎腿，它都是可以当做一个保健运动。它本身是治疗运动啊，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在生活中当做一个保健运动去做。对，好，所以如果你刚刚这样就已经会痛的同学，回家躺下来拉拉看，躺着拉蛮舒服的啦，我自己觉得。对。还有没有什么疑问？老师，那个其实有时候会痛，是，有时候不会痛。没错。走路这个是什么疼？大部分我们神经的疼痛，本来常常就是有时痛有时不痛。但是如果你们真的搞不清楚到底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的话，就还是得找。他有时候正痛的时候，你打一打，他就不痛了。如果打一打就不痛，有可能是你的肌肉太紧绷哦。对，有可能是因为肌肉太紧绷，所以稍微打一打。做一下也可以，比方走的不舒服，走了就做一下，做几分钟，它就好了。是，对，没错。热敷的时候热敷解，用热敷啊。热敷可以啊，热敷可以。举凡你们在复健科能做的治疗都可以啊。它会达到放松的效益啦，消炎止痛啊，放松。像你们这个疼痛，我要去做热敷啊，或者复健科的那些仪器治疗都可以。对，但是还是会建议大家要做拉筋，因为拉筋可以改变你的柔软度。但是仪器的部分啊，或是吃药用药那些，它只是就是暂时性的放松。那我们每天还是要走路啊，因为这条肌肉它使用频率非常高啊，我们需要走路要用它，你身体站起来也要用，上下楼梯也要用，它需要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个活动，所以它使用的频率很高啦，所以会建议大家就是把它拿来当保健运动拉是最好的。对，这个很奇怪，好累，做一下它又好。对，大家回家试试看。对，试试看躺下来做了，因为我们刚刚是坐着做嘛，大家回去试试看躺下来做，你就会发现拉完之后还蛮舒服的。OK， 好，那我们这个梨状肌症候群今天就先讲到这边了哈，那大家回去试试看，试试看这些运动。OK，谢谢。